在近10年间，中共最高领导人频繁出现在国际场合，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各大多边峰会，行程之密集、曝光之频繁，曾被视为一种政治战略的一部分。但如今，这样的节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华尔街日报》近日发布的一篇报道指出，习近平的出访次数正呈现出明显下滑的趋势。从疫情前的密集外访到2025年上半年仅出访3次，这背后是单纯的行程安排，还是体制内部的深层信号？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燕青。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数据，数据是最客观的语言。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统计，习近平在2013年到2019年间，平均每年访问大约14个国家，并在2014年创下了访问20个国家的峰值。这是一种极其活跃的元首外交。然而，在因新冠疫情中断外访将近3年之后，习近平于2022年恢复出国，但节奏明显放缓。2024年，他4次出访，访问了10个国家，而进入2025年上半年，他仅3次出访，访问了5个国家。更引人注目的是2个具体的事件。第一，他缺席了本应在巴西举行的年度金砖国家峰会，那这也是他首次缺席这一他视为抗衡西方秩序重要平台的多边会议。考虑到北京一直致力于提升在这些组织中的影响力，这次缺席显得极不寻常。第二，原定于布鲁塞尔举行的中欧峰会，在中共官员告知欧盟习近平今年没有访问欧洲的计划之后，改在了北京举行。中共官方对此没有提供任何解释，这种沉默反而让外界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国际外交界和分析人士都在问，为什么？对于习近平为何静下来，目前主要有2种截然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可以称之为战略收缩论。那这种观点认为，现年72岁的习近平正在有意识地调整他的执政模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骆明辉分析，考虑到年龄因素，习近平可能正在将更多外交执行的层面交给他信任的代表，比如现任中共总理李强，以便自己能更好地管理精力，优先处理国内棘手的问题。那我们也确实看到了相应的佐证，与习近平行程减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理李强日益活跃的外交活动。2024年，李强出访了13个国家，追平了他的前任李克强在2014年的出访记录。这似乎印证了习近平更专注于把握总体战略方向，而将具体的执行事务下放。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员尼尔·托马斯也提出了体力政治学的观点。他认为体力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对于一位年长的领导人来说，为了参加一场为期2天的会议而进行长达48小时的跨时区往返，从身体消耗上来说，可能不值得。这种说法听起来合情合理，毕竟中国当前面临着消费需求疲软、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务等一系列严峻的经济挑战。作为最高领导人，将重心转向国内稳定大局，似乎是理性的选择。但是还有第2种解读，我们称之为权力松动论。那这种观点认为，习近平减少外访并非主动选择，而是其在党内权力受到侵蚀的结果。日经亚洲曾援引接近中南海的人士透露，中共高层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对习近平权力过度集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反思和讨论的声音。在这种背景下，以往被外界视为史上最弱势总理的李强，其势头的上升就显得意味深长。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一些人事变动的蛛丝马迹似乎也指向了这个方向。
前银行高管尹科曾提前披露，李强直接插手了中共公安部的人事任命，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公安部俗称刀把子，是维护政权稳定的关键暴力机器，对其人事安排的影响力是衡量政治权力的重要指标。如果说刀把子的掌控出现了变数，那么枪杆子军队则传出了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中共最擅长黑箱操作，这些有关政局机密的消息在中国大陆看不到，也没有人敢讨论。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那么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您的来源 IP， 也知道您连去哪里。那这就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有风险，您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结构，资料会经过2台服务器传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去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没办法追踪您在网络上的行踪。那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上，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的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请大家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进行购买。好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继续来讲军中地震的消息。自去年以来，关于习近平在军中权威受到挑战的传言就不绝于耳。在去年7月，网络上曾一度传出习近平中风，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元老支持下成功夺权的说法。尽管这类传言无法证实，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让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力。首先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军中亲信，原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以及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相继出事。何卫东更是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超过4个月。我们知道，中共20届中央军委是由7人组成，除了苗华、何卫东，再加上早已落马的原国防部部长李尚福，这个由习近平亲自挑选的最高军事领导层几乎瘦身了一半，这在中共的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一个间接但有力的证据就是，中共中央军委在近期印发了一份名为《关于大力弘扬优良传统、全面肃清流毒影响、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的若干规定》的文件。请注意这个措辞，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亲北京的香港《星岛日报》分析指出，这种说法等于间接承认了苗华落马之后，整个军队政治干部的形象和威信已经受到了重创，需要重塑。肃清流毒影响不仅仅是肃清苗华一个人的影响，更意味着一场更大范围的、更深层次的清洗正在军中进行，也反证了军队高层问题的严重性。报道说，根据惯例，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极有可能会审议并追认对苗华的处理决定，公布其罪状。那这也将是观察习近平是否仍牢牢掌控枪杆子的关键窗口。
无论是战略收缩论还是权力松动论，两种说法都共同指向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敏感问题：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对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独裁者来说，其个人健康从来都不是私事，而是维系整个政权稳定的基石。一旦健康出现问题，往往就意味着统治的动摇。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有2个案例，第一个是西班牙的弗朗哥，他铁腕统治西班牙数十年，但在晚年开始出现帕金森的症状。从1960年代初开始，他手部震颤，面部肌肉无力。到了60年代末，糟糕的健康状况迫使他逐步放权。那这也客观上推动了西班牙全国性的改革。1975年他去世之后，西班牙的民主化进程迅速加速。第二个是菲律宾的独裁者费迪南斯·马可斯，他通过戒严令统治国家，但在60多岁时患上了红斑狼疮。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严重削弱了他的身体，到后期他甚至还需要依赖他的妻子伊梅尔达来分担国政。一位当时的美国特工评价他几乎无法管理政府。马克思健康衰退的形象被政治对手和民众大加利用，使其强人的公信力迅速下滑。最终在1986年军队倒戈，人民力量革命爆发，马可斯夫妇仓皇出逃，集权统治瞬间崩盘。从亚洲到欧洲，历史反复证明，独裁者个人的健康衰败常常成为其权力终结的催化剂，并深刻地改变历史走向。我们回到中国的当下，习近平打破了中共近几十年来的惯例，没有在自己的第3个任期内指定接班人，这就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政治隐患。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分析指出，在没有明确接班人的情况下，如果习近平的健康突然出现重大问题，中共几乎必然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因为他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会成为各方派系拼命争夺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本已是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中共政府将面临彻底失控，甚至走向解体的危机。当我们将所有线索、减少的出访、沉默的官方、崛起的总理、军中的地震以及历史镜像拼接在一起时，一幅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图景在我们面前展开。世界已经习惯了那个在国际舞台上到处指明方向的习近平，但是当这位领导人的脚步慢下来，当中南海的红墙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默时，我们必须思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当权力的音乐突然停止时，谁来应对那致命的寂静？而世界又是否为此做好了准备？好的，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